俄乌冲突进入第179天，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周日表示，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3度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性能良好。周日当天，俄军使用导弹在敖德萨地区打击了乌军存放有西方武器装备的弹药库。乌方则表示，当天在顿巴斯地区击退了俄军进攻。俄罗斯国防部周日发布公告称，在敖德萨地区，俄军使用海基口径巡航导弹摧毁了乌军一个存放有包括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西方防空导弹在内的弹药库。在扎波罗热地区，俄空天军飞机摧毁了乌军第102国土防御旅的一个燃料库。此外，俄军炮兵还在赫尔松地区摧毁2门美制 M777 榴弹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还表示，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3度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并表现出很好的性能。今年3月18号，俄空天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乌克兰伊万弗兰科夫州的一处大型地下弹药库，这是军事史上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实战。俄方近期多次提及匕首。上周四，俄国防部证实，3架搭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俄军米格31战机已被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地区，且处于全天候值班状态。匕首是俄军首款列装的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可由经过改装的米格31K截击机或图 22M3M 轰炸机携带。另据绍伊古上周六透露，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现在已经入列俄军。绍伊古还称，俄军苏57战斗机的表现很出色，俄军将继续使用苏57战斗机，该机有着极强的抗防空系统和导弹的能力。他还说，俄罗斯正在仔细研究与乌克兰缴获的外国军事装备，并研究应对之道。在近期频频遭遇袭击的克里米亚地区，俄军加强防范，多次启动防空系统，并拦截了所有来袭目标，包括一架企图攻击黑海舰队总部的无人机。在黑海舰队驻地塞瓦斯托波尔市，该市市长周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当天晚上当地防空部队拦截了多个来袭的乌军目标。而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日通报说，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巴赫穆特、阿夫杰耶夫卡等方向击退了俄军进攻。在乌克兰南部地区，俄军正在尼古拉耶夫以及赫尔松方向集结军队。乌方称，俄军加强了在黑海的军事存在，装备口径巡航导弹的俄海军舰艇数量由此前的2艘增加到5艘。在近期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核电站厂区安全方面，上周六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4次遭遇袭击，所幸重要设施没有损坏。而与核电站一河之隔的尼科波尔市，乌方官员指俄军连夜发射至少25枚炮弹，一处工厂遭击中后起火，周边3000户家庭断电。更令人担忧的是，继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再有核电站卷入了战斗之中。南乌克兰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区上周六遭到了导弹袭击，造成14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南乌克兰核电站位于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沃兹涅先斯克镇，有3个反应堆，是乌克兰第2大核电厂。乌克兰原子能公司发表声明，指责俄方发射导弹制造袭击，俄方予以否认。周日，美英法德4国领袖就在周日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4国强调核电站的安全至为重要，敦促在核电站周围保持军事克制，并且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独立检查员尽快到核设施视察。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近日报道，整个7月份，欧洲6个最大的国家首次未向乌克兰做出任何新的双边军事援助承诺，这是俄乌开战以来的首次。而且在基辅当局计划反攻之际，欧洲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大幅减少。俄乌战事自2月24号爆发到本周3，标志着俄乌军事冲突已持续半年，但和谈遥遥无期。本周3，乌克兰将庆祝第3个独立日。为表示庆祝，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赫列沙蒂克大街上展出了大批在俄乌冲突中被摧毁的俄方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则警告称，俄罗斯正酝酿在乌克兰独立日发起挑衅，乌方情报专家正努力掌握俄方计划，以做出有效反击。英国国防部早前也表示，俄军在集结一个兵力或达20万的新地面部队。
周一是俄罗斯国旗日，总统普京发表了庆祝节日的视频讲话。他提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而且独立的世界大国，只会奉行符合本国根本利益的政策，因为追求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允许外部发号施令，是俄罗斯人基因的一部分。俄罗斯将会在国际舞台推行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政策。